了解完 T 系列呢，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蝴蝶的 D 系列产品。D 系列产品呢，截止到现在一共出了4款，分别是 D05、D80、D64和 D09C。我们记的时候呢，前3款产品都是40度 ，D09C 是整个 TD 系列最硬的，是44度。蝴蝶的 T 系列是所有的都是色性。D 系列呢，只有一个 D09C 是粘性。那么这个粘性其实也不是特别粘，你用手摸起来，它也不是特别的粘手，与狂飙的那种粘呢是两码事儿虽然现在的狂飙也做得越来越不粘了，那么09C 只是在介于色性和狂飙之间这样一款产品，它的摩擦应该是最好的。但是呢，尽管它的硬度很高一般来说海绵硬度高，我们在能打洞的前提下，硬度越高速度越快。但 D09C 因为是粘性的胶面，或者说叫半粘性胶面，其实它的速度呢并不是太快。蝴蝶 D 系列和蝴蝶 T 系列相比，从海绵的配方到胶皮的使用都有所改变，或者叫有所升级。那么海绵内能，我在日常使用当中保持的时间是比 T 系列要长，胶面呢是更加有韧性，所以它的使用寿命呢也更长。那么在蝴蝶的 TD 系列当中这个05或者是19这种套胶，它属于颗粒比较密，颗粒比较短这样一个特点。那么蝴蝶的套胶，我们国行都是 2.1 的厚度加上胶皮，它们的总的厚度其实是一样的。那么胶面加上颗粒的厚度，其实是比较影响我们日常使用的耐久度。一般来说呢，这个胶面越厚越耐磨，颗粒越长意味着胶面越薄。那么一般来说呢，你像 T64 或者 D64 这种，它的颗粒是属于比较长的，这就造成它的胶面比较薄。所以在整个系列当中，64这款套胶速度最快，胶面最薄，所以它的使用寿命是比较短的，或者说是最短的。那么在所有的蝴蝶 TD 系列当中耐久度最长的应该是蝴蝶的 D05， 主要原因呢是第一点D 套比 T 套胶面更耐磨韧性更强，其实它的密度应该是更大一点。D05 相比于 D64 和 D80， 它的颗粒我觉得是更短，造成它胶面呢更厚，所以它更耐磨。所以在 D 系列当中我们做选择的时候，你可以参照于 T 系列的编号D05 最转， D64 最快， D80 介于二者之间。因为 D 系列比较特殊，因为有一个 D09C， 它作为一个粘性套胶，其实这里边 D05 就不是 D 系列最转的了，应该是 D09C。 作为44度的 09C， 虽然硬度最高，但它的速度并不是最快的我们知道胶面粘可能会影响它的出球速度，所以这里边呢尽管 D05 很转D09C 比 D05 还转，其实 D09C 没有 D05 快。 D 系列的4款产品统一零售价也是668元，也会有相应的折扣。下面我说一说 D 系列和 T 系列我们在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如果你的发力好，你可以选择 D 系列，因为整体 D 系列呢是比 T 系列这种普通版本要更硬一点。更硬的海绵意味着更快的出球速度更好的支撑，当然前提是你能够打得动。如果你的发力不好，选择过硬的海绵，因为形变较差，你是不太容易能够驾驭得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可能是大家比较纠结的，就是蝴蝶 T05 的升级版 T19虽然不是很主流，其实它的性能是远被大家所低估的。包括 D 系列的 D05， 就这3款套胶都是主打旋转，我们到底如何去选择？那么这3者相比从弧线的角度来讲，这个 T05 弧线属于最低的， T19 和 D05 它的弧线都是更高而且更长。也就是说拉球我们 T05 拉的弧线是比较短的，那么 T19比 T05 的弧线要长， D05 比它俩弧线还要长。那么相对来说，
弧线长可能容易出界，稳定性呢没有 T05那么好，但是弧线长的好处是更顶，给对手造成的威胁也会更大。所以三者来说，绝对质量一会儿我给你一个表格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蝴蝶官方给出的数据质量最高的或者说这个综合质量最高，这个综合可能包括速度，包括旋转，综合最高的应该是 D05略好于 T19，略好于 T05。通过刚才的讲解，相信大家对蝴蝶的 T 系列和 D 系列套胶的特点以及选购技巧有了一定的了解。好，这就是本期的视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